大型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简称 LLM，在业界有许多的应用，比如说像城市的生成、企业知识库、顾客代理，甚至到行销代理。这些可能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必须让大型语言模型 LLM 跟企业的知识合在一起。比如说，富比士杂志就有一篇文章在探讨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还有大型语言模型的整合 ，KMS 是知识管理系统的简称。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使用 knowledge base 知识库这个词，基本上它们两个是同样一个意思。这部影片就会以知识库的角度出发，怎么样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打造知识库？这过程里面就牵扯到另外两个概念，叫做检索、增强、生成 （RAG） 以及向量资料库 （Vector Database）。看完这部影片以后，你会了解什么叫做知识库，什么是 RAG 检索、增强、生成，以及我们会使用 Pinecone 云端的向量资料库提供者当做一个范例，概念性了解如何整合、检索、增强、生成，还有向量资料库，形成专属的知识库。知识库叫做 knowledge base， 简单的来说就是知识的汇集地。一般来说，知识库是专属的私人资料库，因为希望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资料库。当我们谈到知识库的时候，就会跟大型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去做整合。一般的私人资料库呢，就可能包含公司内部的知识库啦，客户支持的 FAQ、科学文献的数据库，或者是自定应用的资料储存，像是课程的资料、产品的说明。这些资料有些是不会在网络上公开的，所以换句话说，例如网络上的公开资料序列出来的大型语言模型，就没有私人资料库的这些知识。如果以大型语言模型为中心，透过 LLM 来生成相关的知识还有资讯，使用的是内建的知识，叫做 parametric knowledge。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里面，会把知识训练成模型里面的参数 parameters。相较之下，专属的私人资料库对大型语言模型而言，属于外部的知识 external knowledge。如果我们想要把两个整合在一起，就必须建立一个桥梁。那这个桥梁的技术就叫做检索、增强、生成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简称为 RAG。所以简单来说，知识库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外部知识，专属的私人资料库；第二个是大型语言模型的使用，属于内部的知识；第三个就是连接两个知识，外部的知识还有内部的知识，使用的检索、增强、生成。接下来我要进一步说明知识库的详细运作流程，主要是以向量检索、增强、生成 （Vector RAG） 为主要的技术。首先，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私人资料库，这些资料库里面的资料可以是各种类型，但是它为了要可以搜寻，所以它要经过一个动作，就是使用一个嵌入模型 （Embedding Models）。嵌入模型的目的就是将数据向量化。向量化完毕以后的数据就会上传到向量数据库 （Vector Database）。一般来说，我的数据向量化的过程是在地端执行，也就是 local 端，所以不会有隐私外泄的问题。而上传的向量数据通常就是一些数值、ID 或者是 metadata，而且通常是不可逆的，所以你无法回推原本的数据。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保有一定的隐私性，这算一个前置作业。完成以后，接下来使用者想要去查询专属的私人资料库的资料，他就要透过提示词，经过一个用户的界面 UI interface，提示词里面的内容摘录出来，产生查询 query。因为你的提示词可能很长，那真的需要使用专属资料库的内容的查询，可能只有一小部分。Query 也会进入到刚才的嵌入模型 Embedding Models， 变成一个新的向量 Embedding。这时候向量数据库就会根据存在的向量跟 Query Embedding 查询向量去交匹配，把最相近的向量回传专属的私人资料库，再对应出对应的上下文，我们叫 context。最后从资料库产生出来的上下文以及用户一开始的提示词做一个整合，这个整合的技术就叫做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再提供给大型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LLM）。最后 LLM 根据提示词、上下文以及自己本身的参数知识，整合完成以后输出到使用者界面，供使用者参考。这就是整个知识库的运作流程。而将匹配的数据取回来就是 retrieval， 将上下文提示词整合在一起就是 augmented， 最后生成就叫做 generation。这就是整个 RAG 流程形成知识库的使用。接下来我以 Pinecone 作为知识库还有向量 RAG 整合的实际操作说明。Pinecone 是线上向量数据库的厂商，在亚马逊的云端平台以及可以做使用。在 Pinecone 里面使用向量数据库，第一步就是建立索引。建立索引的目的就是稍后我有一个查询进来会转换成向量，
在向量数据里面去找最相近的向量，回传到专属的私人资料库去做进一步连结。建立所有的过程，你必须设定怎么样去做搜寻，也就是所谓的语义相似度的检索 （semantic similarity）。常见的大概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余弦相似度 （cosine similarity），就是这边的示范 ，metric 会使用 cosine。那还有像是内积 dot product 以及欧式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 都是可以设定的。你可以根据 Python 里面 guideline 去寻找最适合你的资料库的形态所使用的检索方式。在完成建立索引以后呢，专属的私人资料库提供给在地端的嵌入模型 embedding models。这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你可以使用 OpenAI 提供的 embedding models， 也可以使用 Python 里面的 embedding models。进入嵌入模型会得到向量，这个向量叫做 embeddings， 这个过程叫做数据向量化。此时嵌入模型就会提供 data mapping， 将原本专属私人资料库里面的数据产生对应的 ID。同时，数据库里面资料经过向量转换以后，也会上传到向量数据库，里面的格式包含了数据的 ID、向量数值 values 以及 metadata 原数据，用来描述向量的文字资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数据库的相关设定。接下来，当使用者提供了提示词 prompt， 比如说什么是 GP3 的应用场景，提示词它可能很长，而且有些资讯不需要到向量数据库去做检索，在用户界面的时候就会将真的需要到向量数据库做检索的资讯萃取出来。萃取出来的资讯我们叫做查询 query。query 会经过之前使用的嵌入模型做数据向量化，产生出来向量叫做 query embedding。这时候的向量它只需要有 values 的标签，而不需要有 ID 还有 metadata。Query embedding 再进一步进到了向量数据库进行 cosine similarity 的计算。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是寻找2个最相近的向量，所以当它计算出来的数值越高，就会被截取出来。私人的资料库的数据是非常庞大的，也就是它放到向量数据库的 embeddings 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使用直接的计算的话，它的计算效率非常的低，计算成本非常大，所以通常会使用 approximate nearest neighbor， 简称为 ANN， 透过一些计算方式去寻找比较可靠的向量回传，而不是使用直接的 k nearest neighbor KNN。 资料回传主要分为3个部分，一个就是对应向量的 ID， 第二个是 similarity score， 数值越高越好，第3个就是原数据，针对回传向量的文字描述，就有2笔资料。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可以使用 metadata 来将取回的资料做进一步的过滤，通常会得到更相关的上下文，这也是在 Python 里面可以做相关的设定。接着利用这个 ID 去找到相关的上下文 context， 再会跟一开始的提示词做一个整合，这个整合过程就是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2个整合完毕以后，再提供给大型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生成对应的回忆，最后再回传给使用者。这个就是整个 Python 的使用，以及使用向量检索增强生成，透过私人资料库的使用，提升大型语言模型的能力。最后，欢迎在影片下方分享你的看法、观点或经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订阅本频道、按赞，并将影片分享给对 AI 知识有兴趣的朋友。想要进一步学习相关知识，可以观看片尾或影片下方说明栏的推荐影片，补充背景知识，进行延伸学习。